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常规军力打不过中国就要甩核弹吗？美国的核态势评估是一纸空文。美国军方发布2022年版的核态势评估，遭到中国外交部的严厉的驳斥，批评美国公然调整其核威慑战略，以针对中国。这份核态势评估报告呢，把中国与俄罗斯确定为美国的主要核威胁，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啊。近年来，作为有家产、有实力的国家，为确保自己的安全，中国呢加强了自己的战略导弹部队的建设。在2019年国庆阅兵式上，解放军展示了4种具备洲际核打击能力的导弹，这就是东风31甲、东风41、巨浪2号和东风5B。国外媒体还认为中国正在西北地区建设大量固定的导弹发射井，大概能部署几百枚洲际导弹。这自然能够让美国看清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了。美军核态势评估里面提出要强迫中国参加核裁军谈判。然而和后文中的具体的措施相对照，我们可以发现这只不过是一个幌子。强调中国核力量的实际用意是为了降低美军在局部战争中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门槛。核态势评估提出无论是常规武器还是核武器，均可以服务于美军的战略威慑使命，可以凭借战术核武器的优势抵消对手的常规军力优势，甚至用战术核武器来遏制对手的战略核武器。这已经不是在威胁中国了，而是赤裸裸的核战争的叫嚣了。那按照这样的核战略，美国有胆量用 F-35 携带的 B-61核弹突破中国的防空网，直接投掷到解放军常规部队和火箭军部队头上。同样的，俄罗斯也会受到这样的待遇。美国难道真的想打一场全面的核战争吗？如果仔细的分析美国作为一个军事帝国主义的内外处境，就会发现这不过是美国心虚的表现罢了。乌克兰战争以来，美国总是在威胁全世界，说俄罗斯打不过乌克兰就要扔核武器了，但俄罗斯从来没有这样的表态。具有这种疯狂思维的其实是美国自己。美国虽然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军事实力呢一直在相对下滑。漫长的反恐战争成了利益集团分割军费蛋糕的盛宴。这20多年的时间里面，美军打正规战、打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在不断的削弱，大量的主战兵器的研发和换代工作失败，真正能够走到列装形成战斗力阶段的大型兵器也只有 F-35、福特号航母、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和几种军用卫星。对多数国家来讲，这些是想都不敢想的神器。但是另外一个国家的崛起，让美国常规军事力量显得是越来越不够用。这个国家当然就是中国。另外，美军内部的利益腐败问题、文化腐朽问题越来越严重。近些年来已经曝光了不少军营的丑闻，还有多少丑闻被掩盖住了，外界是不清楚的。这一切都导致美军的常规战斗力相比于解放军在不断的下滑。美军自己通过反复的兵棋推演得到结论，如果在台海发生冲突，从海空到地面都是打不过解放军的。美国还很少提及朝鲜半岛如果事态发展迫使中国再打一场抗美援朝，美军会败得更惨。至于南海，美军现在已经不讨论和解放军打仗的问题了。美国是靠军事霸权来维持美元霸权，收割全世界，来维持美国社会和它的政体的生存的。军事上打不赢，就会动摇美国的国本。既然常规军力打不过，拜登政府的目光自然就转向了核武器。用核武器对付常规部队，对方就算有100万大军，那也是抵挡不住的。但是呢，任何国家都不会承认使用战术核武器就不算核战争。目前美国唯一的战术核武器就是 B-61核弹，它的特点是爆炸当量可调，调低到数百级或者是几万吨级，这算作是战术核武器。往上调高到数十万吨级，算作是战略核武器。只要美国向中国投掷 B-61，哪怕把爆炸当量调到最低的300吨级，那也意味着中国遭到了对方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攻击。后面的事情那就不是由美国说了算了。这样简单的道理呢，拜登政府和他的国防幕僚们不可能不懂。之所以还会写出这么一份核态势评估来，显然是走投无路，找不到有效的办法来大幅度的增强他的常规军力，超越中国或者是遏制中国。于是只能把核武器搬出来，试图向美国国会和社会舆论做个交代。只要我们具备强大的核反击能力，表现出坚决的反击态度，
2022年版本的核态势评估那就是一纸空文。看来呀，我们大力加强我们的核威慑能力建设这件事儿做对了。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